大家好，这里是猿猫说，咱们一起看看世界的变化，聊聊你我的生活。最近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篇文章叫学签发放暴跌 97%， 最受留学生欢迎的国家不香了。作为全球最热门的留学目的地，加拿大的政策收紧似乎是一个风向标。普通家庭的留学镀金梦是否正在随着全球化退潮一同落幕？2年前的2023年12月，加拿大单月发放留学签证超过 9.5 万份，敞开大门欢迎全世界的年轻人。而到了2025年的11月，这个数字只剩下2485份。97%的跌幅可不能算是降温，也不能算是收紧，而是有点像在直接踩死刹车，封死大门。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加拿大一国的政策调整，其实不是，这背后是在经济下行的周期里，发达国家从抢人赚钱到关门自保的转向。在这场趋势中，中国留学生所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97%的暴跌不是意外，这背后是加拿大近几年人口政策的后遗症。2023年底，加拿大单月发放学签95320分，而2025年11月仅剩2485分，10个申请者里能通过的还不到1个。为什么突然这么狠？核心其实只有2个词：临时居民过剩和国内矛盾爆炸。过去10几年，加拿大把留学生当成是行走的提款机和廉价劳动力，国际留学生的学费是本地生的3到5倍，撑起了很多院校的财政。留学生课余时间打工，填满了酒店、餐饮、零售、农场的底层岗位，工资低，好管理，还不闹事。疫情之后，加拿大更是疯狂放水，临时居民、留学生、外劳加访客占总人口比例一路冲到了 7.5%， 几百万的外来人口涌入，直接把加拿大的公共资源压到崩溃。多伦多、温哥华的房价飞上了天，公立医院排队排到半年后，房租翻倍涨，本地人找工作更难，怨气直接砸向了政府。这时候马克卡尼上台了，这位前央行行长精通宏观算账的政客，一上来就定死了目标，3年内要把临时居民的比例压缩到 5%， 缩减掉超100万人口。怎么减呢？最容易下手的就是留学生。于是学签配额腰斩再腰斩，直接卡死了入境人数，资金证明暴涨，从1万加元提到了 2.3万加元。毕业工签 PGWP 全面收紧，语言不达标，专业不对口，毕业也无法留下。还有就是配偶的工签也大幅限制，杜绝一人留学全家移民的老套路。说白了，加拿大现在并不需要普通的留学生，他们只想要高精致、高学历，能够直接交税，并不占用福利，最好根本不需要移民的顶级人才。以前是先来再说，慢慢筛选，现在已经变成了先筛干净再放进来。这背后已经不是教育政策，而是经济自保和矛盾转移。经济好的时候，大家一起做大蛋糕，外来人赚钱，本地人受益；经济下行的时候，蛋糕自己都不够分，本地人就会开始排外，政府也就会把锅甩给留学生和移民，用收紧政策来换选票。但是这种政策一刀砍下去，最先崩的可能是加拿大高度依赖国际生的教育产业。在过去的20-30年，加拿大很多公立学院、中小型大学早就把国际生的学费当成了命根子，有的学校国际生占比超过 60%， 国际生的学费收入占比超过 70%， 本质上其实是在卖文凭换钱。现在的学签暴跌，生源瞬间腰斩，资金链直接断裂。曼尼托巴技术贸易学院，一所正规的公立院校，直接宣布破产倒闭，全国多所大学启动了裁员、砍专业、缩校区，整个教育行业的损失高达57亿加元。有人说了，关了就关了，野鸡学校早就该整顿了。
但是事情其实也没有这么简单，加拿大的教育产业早就和劳动力市场深度绑定，留学生课余打工支撑起了餐饮、酒店、零售、农业、物流的低成本运等。留学生毕业以后留在加拿大工作，则填补了技术岗位和基础岗位的缺口。学校周边的租房、餐饮、交通、零售则形成了完整的消费链条。现在留学生骤降，连锁反应也会立刻爆发。酒店招不到服务员，时薪涨30%也没有人，工厂缺采摘工，学校周边的商场店铺关门，大学城商圈一片萧条，房租也开始下跌。但其实本地的年轻人找个正式的工作也不容易。其实哪个国家不是像加拿大一样呢？既想赚国际生的学费，又不想承担移民和用工的成本，既想靠廉价的劳动力维持产业，又不想为这些劳动力承担医疗教育和养老的责任。天下哪有这么好的生意呢？在这场雪崩里，受伤最重的其实就是中国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早就成了加拿大留学的绝对主力，多伦多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麦吉尔大学等名校，国际生里55%以上都来自中国。很多中介家庭学生早就把加拿大留学、工签、移民当成了一条标准化、低风险的人生路径。而现在这条路径似乎难以为继，保守估计超过15万计划赴加或者正在加拿大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可能会被迫彻底改写人生。有人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结果学生签证被拒，上万的申请费就这么打了水漂。有的人读到一半发现毕业以后拿不到工签，也只能回国，关键回国也不好找工作呀。而更深层的冲击是留学投资的回报率。过去20年，中国中产家庭流行留学镀金，不管学校好不好，不管专业水不水，出去读2年，回来就能进外企拿高薪，落户大城市。去加拿大、澳洲更是直接奔着移民去，学费几年就能够赚回来。现在时代变了，发达国家收紧移民政策，留学并不等于留居，而国内就业卷到极致，海归也不再自带光环。学费、生活费年年上涨，回本周期可能要拉长到10年以上。野鸡大学、水项目直接就被市场抛弃了。对普通家庭来说，留学不再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反而变成了高风险、高成本、低回报的赌博。很多中产家庭开始冷静下来，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送孩子出国，回来以后月薪8000，到底值不值？这不是个别留学生的事情，而是整整一代留学生的人生规划被全球周期彻底打乱。而且这恐怕还不是加拿大一国的事，全球同步筑墙，23国收紧政策，全球化教育走向历史拐点。2025年，全球有23个国家同步收紧留学和工作签证以及移民政策。比如说英国，一边靠国际生每年赚着600亿英镑，一边却大幅收紧 PSW 工签，提高语言门槛，限制低质量课程。澳大利亚也削减了学签配额，严查资金和真实的学习目的，移民分数一路飙升。欧洲的很多国家限制非欧盟学生打工，缩短毕业留居的时间，优先保障本国人的就业。而美国则采取了更严格的留学审核，工签抽签更难，移民排期无限拉长，同一个剧本，同一个逻辑。经济繁荣期放开国门，抢人才、抢消费、抢劳动力；经济衰退期则关上大门，保就业、保福利、转移矛盾。这就是全球化退潮的真实写照。曾经越来越成熟的留学、工作、移民的黄金通道，正在全球范围内被一道道高墙切断。其实这2年在 AI 的冲击下，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在面临同样的困境。一方面，多年来的教育产业化，留学教育已经是一种出口产业，可以疯狂收割发展中国家中产家庭的财富。而另一方面，实际上在 AI 的冲击下，也没有那么多高薪稳定的工作可以留给留学生。别说留学生了，本地人都在发愁。更何况，增加移民的同时，就是在增加公共成本。最后，我们也来聊一聊这场留学寒冬对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10年前，世界是平的，年轻人可以通过教育、工作跨越国界，改变阶层。去加拿大、澳洲、欧洲是很多中产家庭甚至普通家庭孩子的第二人生选项。但是现在这个选项正在消失，国家之间的边界重新变厚，人才流动越来越难，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当出国改变命运的路变窄，当留学不再是镀金的捷径，当移民门槛高不可攀，我们也必须重新思考几个问题。首先就是还要不要出国留学，不是不能去，而是要算清账。顶尖名校、硬核专业，那当然还是值得去的，但是如果只是镀金或者只为移民，那就要做好准备，这可能是一条高成本低回报的路径。其次，到底是在国内卷还是出去卷？现在其实全球都在卷，并没有世外桃源。国内卷岗位，国外卷身份，本质上都是生存竞争，而且全世界现在的工作都不好找。加拿大学签暴跌97%，看似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其实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落幕。那个靠留学轻松移民、靠海外身份躺赢、靠全球化红利跨越阶层的时代，也许真的结束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收获，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